当被枪口顶住脑袋的时候，龙清河的身体猛然紧绷。他根本没想到，在华夏的土地上，在灵州这样的省会城市，居然有不法分子胆敢冒充国安。苏无忌呵呵一笑，你看之前说你蠢，你非要跟上来。只是嘴上虽然这么讲，他却已经主动抓住了龙清河的手。哪怕从头到尾都看不透这个年轻人，可是感受到温暖的力量从对方的掌心传递过来，龙清河的急速心跳终于稍稍放缓了一些。看着这车子驶向城外，龙清河深呼吸着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平静。我是公众人物，如果我今天出了事，你们都得倒大霉，这件事情会在全网引起极高关注度的。坐在副驾上的中年男人笑了起来，那还真是专业对口了。我们再如何让公众人物消失这件事上，一直都很有经验。坐在第3排的枪手也是冷笑一声，去年非洲有2个政要就是死在我这支枪下。龙清河的心猛然提了起来，攥紧了拳头。你们要清楚，这里是华夏，是法治国家。苏无忌仍旧拉着他的手，声音平静地解释道，华夏号称雇佣兵的境地，这群家伙还敢来，说明要么做了充足的准备，要么就有强大的后台给他们撑腰，而更大的可能是他们2者皆有。他们是雇佣兵。听到了这个名词之后，龙清河还是有些难以置信，似乎这次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是这世界从不曾展现过的黑暗一面。苏无忌说道，这些家伙的护照信息肯定全是假的，但在出入境的时候，机器根本检查不出来。假的身份，真的护照。龙清河再度深吸了一口气，他从这句话里听出了很多关键性的信息。如果假身份可以瞒过海关检查，那么给他们做假身份的得是什么级别的大人物？难道是自上而下？对于我们来说，副驾中年男人扭过头，深深打量了一眼苏无忌道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苏无忌呵呵一笑，在雇佣兵的身上有一股野性的味道，那是对生命的漠视。中年男人问道，你见过雇佣兵？苏无忌的声音平静，啥鬼？中年男人冷笑，杀过？就凭你？呵呵，我现在完全可以一枪打爆你的头。苏无忌咧嘴一笑。那龙清河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，他不知道苏无忌的底气来自于何方，只能把对方的手越抓越紧。这中年男人果然没有下令开枪，表情中多了一些玩味。我本以为大老板特意让我们回国是杀鸡用牛刀，但现在看来，事情好像还真有点意思。苏无忌瞥了他一眼，你现在跑还来得及。我在境外这么多年，见过很多人聪明，反被聪明误。这中年男人摆弄了一下手里的枪。你这么年轻，太聪明了，其实不是好事。说完，他不再讲话，而顶在苏无忌脑后的那支枪一直没有放下来。这几台商务车一路开出了灵州，到了泾阳市的下辖县明阳县。这曾经是一个工业强县，由于这2年随着污染企业陆续往西北搬迁，当地经济明显下行了一些。车子驶进了化工园区，周围全是倒闭的工厂，道路坑洼，路灯基本不亮，黑漆漆的。随着车子的深入，这一片区域开始弥漫出刺鼻的酸味和恶臭味，显然是有一些小化工厂趁着夜间偷偷排污。苏无忌看了看窗外道，真是毁尸灭迹的好地方。
宁阳县化工园区经10路纬7路。龙清河顺着车灯的方向念出了前方的路牌。说话的时候，他看了一眼苏无忌，眼神往自己口袋里瞟了一下。苏无忌看懂了他的示意，笑着摇了摇头，但他的眼神里带着些许鼓励。那中年男人也从后视镜里看到了这举动，他呵呵一笑，不用把地名报得这么清楚，我不怕你们手机定位，更不怕你电话一直开着，因为这车里装了信号屏蔽器。听了这话，龙清河的脸色一下子白了许多。他立刻掏出手机看了看，果然通话已经被切断了，手机连一格信号都没有。其实从追出酒吧的那一刻起，龙清河就提前拨通了李洪成的电话，然后将手机塞到了口袋里，以便在通话状态下传递信息。这个在综艺节目上反应极快的女主持，并不是完全的胸大无脑之辈，但她远远低估了这群职业雇佣兵的专业程度。现在指望警察营救似乎已是不可能。车子驶到了一处废弃化工厂的门前，随后厂区的大铁门自动打开，车子继续开了进去。借着车灯的亮光，苏无忌赫然看到在厂房的门前站着一个身穿行政夹克的中年男人，他的表情阴郁，脑门上贴着2个创可贴。我猜的没错，世界可真小啊。苏无忌眯着眼笑起来，这个中年人居然是刘志文，宁海某位行将退休大佬的大秘。果然苏赤烟说得很对，那位大领导从来都不是个会吃亏的主。他之前态度诚恳地答应了苏无忌的退股要求，现在看来就是放松对方精神的缓兵之计，更狠辣的招数早就已经安排上了。苏无忌和龙清河被押着下了车，2人的双手都被扎带捆上了。小子，没想到吧？刘志文走上前来，冷笑着拍了拍苏无忌的脸。中午被我打了一顿，晚上就把我绑到了这里，刘大秘书的效率可真是够高的。苏无忌也在微笑。现在终于认出我是谁了。你告诉我，你叫严小鹏。如果不是大老板早就安排好了一切，我还真就被你骗过去了。刘志文说道。可惜了，那个真正的严小鹏没能来，不然我一定把他扔进粪坑里，让他在死之前吃个饱。之前被小庞扔进下水道里，满身满脸皆是排泄物，这已经成了刘志文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。苏无忌说道。你那个大老板来了吗？我想见见他。刘志文冷笑道。大老板也是你想见就见的，对付你这种小人物，我来就足够了。说着，他往苏无忌的肚子上狠狠来了一拳。苏无忌倒没什么反应，刘志文却甩了甩手，疼得眉头很皱，觉得自己刚刚好像打在了一块钢板上。他恼火地对那中年佣兵头子说道：老狼，把他押进去，我要好好审一审，看看是谁在背后打我们大老板的主意。苏无忌玩味地说道。一个机关大秘和一群杀人越货的雇佣兵这么熟悉，还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老狼一挥手，2名手下便把龙清河和苏无忌都押进了厂房里。在前方有一个足有5米多高的大罐子，罐体上有2个金属楼梯，可以直达顶端。此时刘志文一按某个按钮，整个罐子发出了一阵轰鸣，罐口处便开始散发出了阵阵难闻的刺激性气味。刘志文看了看苏无忌，知道这罐子里是什么吗？苏无忌笑了笑，
肯定是一种能把我腐蚀的连骨头渣都不剩的东西。刘志文，知道就好，所以待会儿我问你什么，你就说什么。苏无忌反问。不然呢？刘志文冷笑。不然的话，我会用这些溶液一点点腐蚀你的身体。你会看到脚趾头先开始消失，然后是小腿和大腿。但哪怕你的肚子都被腐蚀了，只要心脏还在，你还能活上好一会儿，很有意思的。龙清河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苏无忌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罐子里应该已经死过几个不太听话的人了。刘志文哈哈一笑，指了指老狼，随后撸了撸袖子。以前这种事儿都是他来操作，但今天我准备亲自对付你。苏无忌微微一笑。那还真是我的荣幸。刘志文一挥手，冷喝道：都带上去。于是苏无忌和龙清河便被几名佣兵押着上了楼梯。站在5米多高的位置上，看着罐子里翻滚着的溶液，酸味已经浓郁到了无法呼吸。龙清河的双腿控制不住地发软，他极为在意自己的容貌和身体，根本无法想象全身都被浸泡到酸性液体里的场面。可是现在自己双手被绑，任人宰割，似乎根本没有脱身的可能。刘志文盯着龙清河上下看了几眼，随后咧嘴一笑：我如果没看错的话，你是那个主持人，这妆化的和电视上有点不太像，我老婆特别喜欢你。龙清河没说话，但起伏的胸口已经足以表明他的紧张心情。苏无忌站在他旁边问道：你后悔上那台车吗？龙清河摇了摇头：我不后悔，但有些遗憾，不能让这些混蛋受到惩罚。苏无忌微笑道：那就好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龙清河微微一愣，不知道苏无忌此刻这么说的真实用意。临死之前还在嘴硬。刘志文冷笑：现在这厂区里有非洲最强的华人佣兵团队在防守，起码有3个狙击手在暗处盯着，就算是灵州特警来了，在1小时内也攻进不来。这时候老狼在厂房里留下4名持枪佣兵，而他自己则是出去亲自指挥布防了。他看似粗犷，实则是个很谨慎的人，否则绝对不可能在非洲的混乱战场上活这么久。然而老狼巡视完所有布防点，刚走到厂区大门口，忽然看到正前方的道路尽头亮起了2盏长方形的车灯。老狼对各个车型极为熟悉，他一眼就认出来，这台车赫然是劳斯莱斯幻影。在刘志文看来，苏无忌和龙清河被扎带岛绑着双手，还被4名佣兵持枪指着，显然不可能翻出什么浪花来了。1步之外的巨大罐子里，黄色的液体在翻滚着，氯气的味道越发浓烈。龙清河已经被这浓重的气味熏得想呕吐了，脸色越发苍白。毕竟对方只要轻轻一推，他就会直接掉下去，红颜变骷髅。刘志文站在苏无忌的身前说道：是谁让你盯上我们大老板的？要是配合，我会让你少受点痛苦，不然你会看到自己的皮肉一点点的被腐蚀掉，那种滋味可是很棒的。苏无忌这次没有犹豫，直接说道：首都越江。他随便扯了个能经常出现在晚间新闻上的姓氏。你这么痛快的就交代了。刘志文这倒是有点不信了，毕竟这家伙之前嘴巴死硬死硬的，现在怎么又突然愿意吐口了，有点不太对劲。
苏无忌咧嘴一笑：“对呀，我怕死吗？岳家为什么要对付我老板？”刘志文又问道：“他明年可就退了，不可能对岳家那位造成威胁的。”苏无忌呵呵一笑：“我怎么知道？也许他们在多年以前有什么生死之仇呢？我怎么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”刘志文冷笑着问道。他忽然想到自己背后的大领导，在多年以前和首都的那位岳姓大佬曾在江北的运塘市搭过班子，也许就是那时候结下的梁子。想到这儿，刘志文基本认为苏无忌所说的是真的了。你直接发消息问问你身后的那个人，不就行了？苏无忌说道。你只是个秘书，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，需要你身后的那位大老板自行判断，你不要替他做决定。哈哈，听起来你好像比我还懂怎么当秘书。刘志文已经掏出了手机，在信息框输入了一行字：“领导，审出来了，是岳家。”这家伙一看就不擅长审讯，他以为正常人见到这一罐子翻滚着的腐蚀性溶液，就会什么都招了。不过刘志文这条信息却没能发送出去，始终显示发送失败。他这才想起来，老狼应该也在这一片化工厂区布置了信号屏蔽装置。刘志文干脆收起了手机，他倒是不着急发送，毕竟等搞定了苏无忌，自己再去大老板那儿当面汇报，更方便邀功。说说你和岳家合作的细节。刘志文说道。谁和你联系的？具体针对我们老板的行动方法全部交代。苏无忌微微一笑。可是你现在让我站在这罐子边上，我一害怕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刘志文一把揪起了苏无忌的领子。小子，别跟我玩花样。苏无忌的笑容不变。可是我就算是说了，你今天能让我活着走出去，我可是见到了你们的真实样貌，铁定会被灭口的。刘志文被这句话憋着了。的确，他的所有套路都被苏无忌看穿了。你如果利利索索的说了，我可以向大老板那边给你争取一些。然而刘志文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外面忽然传来了2声枪响。在这一刻，那4名持枪的佣兵都明显愣了愣。他们都知道，外面是团长老狼亲自指挥的布防，按理说该万无一失，难道说当地特警这么快就跟来了？风狼、驱狼，你们盯着人质。胡狼，你跟我出去支人。2名佣兵直接从罐体的梯子上跳下去，朝着厂房外面冲去。然而那2名佣兵还没来得及打开厂房大门，身后便传来了2道枪声。砰砰，枪声过后，这2人便齐齐扑倒在地。他们皆是后心中枪，心脏被打爆，死得不能再死了。龙清河从未这么近距离地感受过枪声，被吓得一个机灵。他赫然发现，那个名为风狼的佣兵手中变得空空如也，他手里的突击步枪已经不知何时到了苏无忌手里了。这个风狼似乎也难以相信这事实，毕竟在2秒钟之前，苏无忌的双手还被塑料扎带捆住呢。正常人能挣脱扎带吗？砰！一声枪响，风狼的所有疑惑都戛然而止，他直接被打爆了脑袋。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，剩下的最后一个持枪佣兵还没来得及把枪口对准苏无忌，后者的子弹便已经射进了他的胸口。这2个佣兵的尸体从高高的金属楼梯上跌落，重重摔在地上，而现场只剩下了刘志文。
你怎么能对付得了群狼佣兵团？刘志文的双腿都开始哆嗦了。为什么这个青年开枪击杀的动作比那些职业佣兵还要专业？苏无忌一把拉过龙清河，单手一扯，那死死捆住对方手腕的塑料扎带便直接崩断。此时厂房里响了几枪，却不见外面的佣兵冲进来支援。毫无疑问，他们已是自顾不暇。你杀了4个人，要判死刑的，现在停手你还有的活。刘志文被苏无忌的举动给吓结巴了，生怕对方直接对着自己的脑门来上一扳机。苏无忌一把揪住了刘志文，冷笑道：谁说解释不清的？这里不就是毁尸灭迹的好地方吗？说完，他直接一拉，刘志文直接跌入了那酸性溶液之中。惨无人腔的声音开始响起。然而刘志文刚刚扑腾了2下，便从灌体中产生了一股漩涡性的力量，将他整个人全都拉到了溶液水平面之下。有几个气泡冒出来，但这刘志文却一直没有再冒出头来。苏无忌低头看了看，说道：这罐体里是有搅碎机的，估计这个秘书已经被搅成肉馅了。一下子死了5个人。龙清河震惊的脑袋空空。别紧张，一报还一报。苏无忌说道。龙清河咬了咬嘴唇：是的，恶有恶报。苏无忌拎着枪，拉着龙清河，慢慢地走下了金属楼梯。而此时，在外面那一台劳斯莱斯幻影仍旧在缓缓前进，眼看着就要开到厂区门口了。从第一次枪声响起，直到现在，甚至连1分钟的时间都没有超过。老狼半蹲在一台汽车的后面，端着手中的突击步枪，目光中充满了惊疑不定。他没有对那台劳斯莱斯射击，因为射击的命令他已经下达过了。在这不大的厂区里，他提前埋伏了3个狙击手，每一个都是久经沙场的佣兵，都有实力对这泰劳斯的司机一击必杀。然而射击的命令是下达了，枪声也响起了，可是死掉的却是他的狙击手。3个人埋伏得那么好，却仍旧被人一枪爆头。此刻密闭的厂房里也响起了枪声。这老狼开始呼叫：猎狼、胡狼，厂房里面情况如何？立刻汇报。然而10几秒钟过去了，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应。难道里面的人都死光了？老狼的一颗心开始往下沉去，对着通讯器喊道：还活着的，立刻报自己名字。土狼、青狼、蟑螂。一个佣兵团，算上团长老狼在内，只剩下6个人了。除了厂房里的4个之外，那其余的8、9个人哪去了？厂区外面一共响起了3、4枪，不至于平均每枪带走3条人命吧？这漆黑的夜，让这头久经沙场的老狼也感觉到了无法形容的惶恐。他低吼道：守住自己的位置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擅自出击。时间又过了1分钟，这每一秒都让老狼无比难熬。那台劳斯莱斯就这么嚣张地停在厂区大门口，远光灯亮得无比刺眼，似乎笃定老狼不敢向车子开枪。老狼再次喊道：现在再报一次名字，开始。然而等了好几秒钟，频道里都没有任何一人出声。老狼的后背瞬间发凉，汗毛都根根立起来了。没有枪响，却全员阵亡，只剩自己了。唰，
破空声忽然响起。凭借多年养成的战斗本能，老狼猛然一偏头，一柄匕首横空掠来，擦着老狼的脑袋飞过，直接插进了这台车的车门上。老狼感觉到侧脸一痛，摸了一下，满手是血。他的一只耳朵已经被这凌空而来的匕首切掉了。见此情景，老狼直接把突击步枪远远一扔，双手抱头趴在了地上。这个在非洲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佣兵头子直接投降了。毕竟这老狼很清楚，就算是让他拿着匕首对着车门捅上千百次，也不可能让匕首直接插进去。遇到这样身手的超级强者，自己不投降还等待何时？这时候苏无忌拉着龙清河已经打开了厂房的大门，两个身穿黑色立领夹克的中年男人已经等在门口了。一见他们，苏无忌当即笑了起来。闯叔烽火叔，没想到居然是你们来了，这种小事儿居然还麻烦我大伯出手了，这不是大炮打蚊子吗？这两人正是跟随了苏无羡多年的保镖，也是一对亲兄弟。刘闯，刘烽火。别看苏无羡嘴上总是嫌弃苏无忌的破名字，可对这个大侄子极为溺爱。从对方刚会走路的时候，就让刘闯和刘烽火带着玩。而这身手极强的两兄弟，也是一直在苏无忌的年少时期充当人肉沙袋。刘闯笑道：老板正好来到灵州，有点不放心，于是跟过来看看。苏无忌说道：到底是我亲大爷对了留活口了吗？刘烽火说道：放心，留了。说着，他一扬手，一把50公分长的短刀凌空飞过10几米，直接旋转着扎穿了老狼的大腿，将他钉在了水泥地面之上。老狼疼得身形一颤，喊道：我老老实实投降，绝不会有任何反抗。这时候厂区大门打开，劳斯莱斯幻影切换成了近光灯，缓缓开了进来。车子停下，后排的2扇电动车门也随之打开。幻影的后排车门打开，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走了下来，并不是苏无羡，却是穆千羽的父亲穆远明。黑木老二穆伯伯，怎么是你？苏无忌咧嘴一笑，满是热情。此时有夜色遮盖着，也看不出穆远明的脸色有没有发黑。不放心就来看看，你安全就好。他的语气平平，听不出任何的心情。苏无忌却并未看到苏无羡走下来。以我大伯呢？穆远明说道：你大伯可真是够疼你的，今天非要亲自出手不可。在护犊子这事上，他从来没输给过谁。苏无忌嘿嘿一笑：主要我招人喜欢。无忌，老板亲自去宁海解决后续了。他的原话是……刘闯斟酌了一下用词，但还是有些欲言又止，于是碰了碰刘烽火：你把老板原话复述一遍吧。而刘烽火则是直截了当，甚至连语气都模仿得有几分相似。苏瑞这个王八蛋，自家孩子不心疼，无忌的路还长着，需要这么早就碰上这种老狐狸吗？我去宁海，先收拾那个老狐狸，再收拾我那个混账弟弟，一个个什么玩意？苏无忌听了，深以为然的点点头。我大伯对我爸的评价太精准了。刘闯说道：无忌，这边交给我们来善后，你和龙小姐先乘车离开吧。嗅着空气中的血腥味和硝烟味儿，龙清河深深鞠躬，由衷说道：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今天晚上他无疑见识到了世界的另一面，血腥、残酷、无情、冷血，这让这位知名主持人现在还很是有些恍惚。
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，穆远明率先上车，坐在了后排右侧。这样的话，苏无忌和龙清河必须得有一人坐在副驾。这两人携着一前一后，可就没有机会拉拉小手，搂搂小腰了。苏无忌可不想跟穆老二坐那么近，直接坐上了副驾。龙清河则是坐在了后排。他已经从之前苏无忌对穆远明的称呼里听了出来，这个男人是话语权极重的穆家二爷，灵州真正的大佬级人物。苏无忌扭头问道：穆老伯伯，你的身体好点了吗？穆远明淡淡说道：好多了，我一直住在毕康的欧洲生命科学中心，这次回来主要是想看看你和千羽发展的怎么样。苏无忌乐了：您老人家就这么着急把千羽嫁给我啊？穆远明呵呵一笑：我之前确实是这么想的，现在倒是有些拿不定主意了。其实穆远明这么着急回来，除了陪苏无羡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。穆千羽为了苏无忌，居然能安排李清晨出手，主动去把白旭阳的会所给砸了。这种事儿发生在自己闺蜜的身上，这就太离谱了。这丫头以前可从来不是个恋爱脑，现在居然这么做，9成9是坠入爱河了。结果穆远明刚到皇后酒吧，就看到苏无忌跟旁边的女人这么亲密，这搂搂抱抱磨磨蹭蹭的，他的心情还能好得了？穆远明看了看龙清河，随后说道：你是临江卫视的那个主持人小龙？穆伯伯，是我。龙清河点点头。平时控场极强的他，此刻在这位大佬面前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你和苏无忌认识多久了啊？穆远明又问道。龙清河只能如实说道：今天刚认识。穆远明微嘲一笑：呵呵，刚认识就在酒吧搂着腰。龙清河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这其中误会太多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总之，苏无忌救了我的命，但我和他并非那种关系，他对我也不感兴趣，这一点请穆伯伯放心。穆远明也不是傻子，他的眼光极为毒辣，当然也看出来，在酒吧的时候，苏无忌有点要故意气旁边的几个大学生。但穆老二还是不爽，他沉声说道：以后男女之间接触要注意尺度。我说穆老二，你管得有点宽了啊。苏无忌咧嘴笑道：年轻人的事，你这个年纪的人不懂，少掺和。好家伙，你客气的时候我就是穆伯伯，不客气的时候就开始喊老穆和穆老二了吗？穆远明脸色发黑，被憋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龙清河在一旁没吭声，在他看来，灵州穆家的穆远明可是超级大佬，可苏无忌却能够这么熟忍轻松，甚至没大没小的和他对话，能做到这般，究竟是凭他自己的实力，还是靠家世的加持？可龙清河确实没听过什么苏家。苏无忌接着说道：你有这功夫啊，还不如去把你们穆家那几兄弟收拾收拾，都内乱成什么样子了？穆子阳都敢从国外请雇佣兵对付你闺女了。一提到这事儿，穆远明便摇了摇头。他当时虽然远在国外，嘴上对李清晨说着不担心闺女，但还是被穆子阳的行为气得够呛。其实你大伯说的对，穆远明说道，放养孩子得有个度，有些事情的确该老一辈站出来解决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，可惜我那个不靠谱的亲爹就没您老人家这个觉悟，还是穆伯伯高瞻远瞩。行了，别说这些了，
有空去家里坐坐。穆远明说道。停车吧，我就在这儿下来。那我可不敢去穆家，怕被你们家里人乱棍打出来。苏无忌笑道。等穆远明走了之后，苏无忌挪到了后座，问向龙清河：你家住哪儿？送你回去。在云莲山公寓。龙清河说道。谢谢。别客气了。苏无忌笑了笑。当你说自己不后悔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认你这个朋友呢。以往很多男人舔着要跟自己交朋友，龙清河从来都不屑一顾。可是当朋友这个词从苏无忌的口中说出来的时候，他竟然有种细微又清晰的荣幸感觉。云莲山公寓全是面积超过200平的大平层，也算是灵州的高端住宅了。推窗即是山景，远眺可见云烟湖。等劳斯莱斯到了小区门口，龙清河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对苏无忌说道：你能上去坐坐吗？喝杯水再走也行。大晚上的，女人让你上她家坐坐。苏无忌对苏无羡的司机说道。坤哥，你先回去。司机笑道。好的无忌，你早点睡啊。说着，他还对苏无忌眨了眨眼，露出了一个男人都懂的眼神。这般影响。苏无忌看向下车的龙清河。需要扶着点吗？龙清河说着，主动挽着苏无忌的胳膊。他明显是把半边身子重量都压了过来，不然双腿发软，走路都不稳当了。一晚上接连经历了2场惊心动魄，亲眼见到好几个人被射杀，放在其他人身上，恐怕都得接受心理治疗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电梯里有监控，2人都没有吭声。龙清河家住在21楼，视野很好，房子面积280平，把墙拆掉都能在里面踢足球。你一个人住在这吗？苏无忌问道。有个阿姨，白天会来这里做饭和打扫，但不住家。龙清河说道。我平时喜欢一个人住。他弯腰脱掉了鞋子，浑圆的曲线把裙子撑起来。这个动作也让苏无忌更明白乔乔姐的名头是怎么来的了。给苏无忌倒了一杯热水，龙清河说道：我先去洗个澡，你能站在门口吗？哪个门口？苏无忌问道。主卧的浴室门口。龙清河头也不回。我有点害怕。确实，在之前站在那一罐子腐蚀性溶液旁边的时候，龙清河是害怕的。可当时肾上腺素飙升，正义感爆棚，也让他在面对那些佣兵的时候充满了勇气。但现在，一旦从那个危险的环境脱离了出来，难言的恐惧开始充斥着龙清河的每一个细胞。那佣兵被打爆脑袋的血腥画面也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龙清河进入了浴室，却并未传出来反锁的声音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对某人的绝对信任。苏无忌只要一推门，便能看到比天上的云彩还要洁白的风景。然而他只是坐在主卧的地上，靠着门框，听着里面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，问道：衣服都脱好了吗？脱好了。龙清河说着开始放水。苏无忌又说道：谁又能想到临江卫视的一姐正和我只隔着一道玻璃洗着澡，真是让人想入非非啊。龙清河的回应倒也很及时。那你不妨好好想想。苏小处。那你改名叫菲菲好不好？龙清河。好泼的梗。苏小处拿着手机搜索了一下龙清河的详细资料，又问道：俏俏姐，你的胸是多大的？龙清河停顿了一下。36D。
我去，从外表没看出来呀。苏小处，那臀围呢？他没直接说出这个所有观众都想知道的答案，而是道：我明白，你这么跟我讲一些很开放的话题，就是想要让我放下心中的紧张感。苏无忌咳嗽了2声，女人太聪明了，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不过我是真的很想知道刚刚那个问题的答案，看网上大家都在猜。这的确是个秘密。所有人都对俏俏姐的真实臀围感兴趣，甚至有人会根据节目照片放大分析，可谁都不知道真实数字是什么。浴室里的水声停了，传来了一道声音：86。苏无忌，哼。紧接着龙清河又说道：我只告诉了你。水声继续响起。显然，经过了今天晚上，龙清河已经把苏无忌当成了可以绝对信任的人。当他穿着纯白色的纱质睡裙走出来的时候，压根没考虑到这个坐在浴室门口的青年也是个正常男人。你坐在这儿干什么？快起来！龙清河说道。苏无忌抬眼一瞥，又立刻挪开目光，从地上爬了起来。龙清河的睡裙下摆可不算长，苏无忌刚刚这一眼差点窥到最神秘的风景。沐浴液的香气钻入鼻尖，白皙的美人儿就在身边，这种吸引力让人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然而苏无忌却并不知道，他刚刚挪开眼神的那个小表情被龙清河清楚地收入眼底。果然，连可能走了光的位置都扭头不看，真是个正人君子呢。毕竟号称台上反应最快的主持人，龙清河对细节的观察力可是极强的。看你情绪也挺稳定的，我也该走了。苏无忌说道。然而龙清河犹豫了一下，却问道：要不你今天晚上就睡在这里吧？苏无忌的眉毛一挑：你确定你穿得这么清凉？咱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就不怕我对你做些什么？龙清河把潮湿的头发挽到了耳后，露出了无瑕的侧脸和细腻修长的脖颈。可你不是那样的人。如果你一个人睡，会发生什么？苏无忌勉为其难地摊了摊手。虽然你的房子很大，可我住这里也不合适吧？咱们才刚刚认识1天。何止是房子很大，感觉光是这主卧就有将近50-60平方，放得下7、8张床。一个人睡，我会非常害怕。我已经给我妈妈发消息了，她明天就从家里过来陪我。龙清河说道。在刚刚洗澡的时候，如果不是你一直用那些玩笑话来让我放松心神，我可能会控制不住地哭出来。苏无忌非常清楚这种感觉。如果今天晚上龙清河一个人住在这儿，就算是能睡着，也会被半夜的噩梦吓丢半条命。那我让人送换洗衣服过来。苏无忌给萧音蕾打了个电话，说清楚了地址。他嗅了嗅外套，都是开枪之后留下的硝烟反应。要是江晚星那个狗鼻子在这里，怕是又得怀疑一番了。那我去给你放水，你辛苦了一晚上，也泡个澡吧。龙清河说完，便转身走向了浴室。苏无忌看了看他的背影，目光落在了某个维度是86的位置。哪怕这宽松的睡裙只是轻飘飘地搭在上面，也仍旧可以显现出那种薄与满，圆与润，就像是将崩未崩的弓弦，看似拉成了满月，曲线有力的同时又很软柔。唯有蜜桃少校江晚星可以与之一战。浴室门并未关上，龙清河弯腰放着水，这个动作让睡裙的下摆都有些遮不住了。也就是苏无忌站在侧面，
要是站在后方，妥妥把俏俏姐身上最俏的地方看得干干净净。过了几分钟之后，龙清河走出来，说道：“我放好了水，你去泡澡吧。”苏无忌倒也没扭捏，把自己的手机丢给龙清河，道：“那待会儿我手底下的萧经理送衣服来，你记得帮他开一下单元门。”10几分钟之后，苏无忌的手机响起来，背靠着浴室门的龙清河立刻接通：“老板，我到楼下了，帮我开单元门。”萧英磊的声音传出来。龙清河说道：“萧经理，我给你远程开门，你直接上21层就行。”萧英磊并没有因为是个女人接电话而意外，笑了笑：“好的，荣小姐。”过了2分钟，门铃响起，萧英磊拎着一袋衣物已经等在门口了。“萧经理，请进来坐一坐吧。”龙清河问道。萧英磊没进来，而是问道：“荣小姐，我们老板呢？”“他在洗澡。”龙清河说着，俏脸忍不住地红了一下。的确，这一系列的行为真是太容易让人误解了。他还偏偏又解释了一句：“因为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不太敢一个人睡。”萧英磊笑道：“那祝老板和龙小姐有一个愉快的夜晚。”等萧英磊关门离开，龙清河的脸庞有些发烧。他把衣服放到浴室门口，然后在卧室打地铺。苏无忌洗完，换好了睡衣，发现龙清河已经坐在大床旁边的地铺上了。他说道：“我睡地铺，你睡床。”苏无忌问道：“你这客房有好几间，咱俩没必要挤在一个房间里吧？”龙清河轻轻咬了一下嘴唇：“我不太敢一个人待在这个房间里，这卧室太大了。”“卧室不宜大，你看皇帝睡觉的地方都小得要命。”苏无忌咧嘴一笑，光脚站在地铺上，用脚尖踢了踢龙清河的光洁小腿：“哪有让妹子睡地上的道理？你到床上睡。”“什么妹子？我应该比你大好几岁。”龙清河说道。说完，他居然直接在地铺上躺下来了。“你上床睡。”龙清河这么一躺下，睡裙之下山体的高度发生了软柔的变化，能发生这种曲度变化，明显是天生的。苏无忌哈哈一笑：“行啊，临江卫11姐的闺床，我真是求之不得呢。”关了灯之后，龙清河的双手枕在脑后：“我们聊会儿天再睡吧。”苏无忌：“你谈过几次恋爱？”龙清河：“没谈过。”苏无忌：“不可能吧，你还是个雏？”雏和楚同音，龙清河自然能听明白这其中的意思。不过他也早已经习惯了苏无忌这口花花的说话方式了，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礼貌。“真的没谈过，虽然追求者一直不少，年轻时候经纪人大姐管得比较严，这几年一心扑在事业上，谈恋爱的心思倒是越来越淡了。”龙清河顺口反问：“你呢？”苏无忌：“我啊，夜夜换新娘，缠着我的姑娘实在太多了，天天累得要死。”龙清河倒也不在意这话是真是假，毕竟一个酒吧老板整天在那种莺莺燕燕环绕的环境里，很难忍住那些诱惑的。但他本能地觉得苏无忌在扯淡，这男人之前有机会瞄自己的裙底，却把眼神避开，这本能的躲闪不会骗人。“能聊聊你是怎么抓住芬姐的吗？”龙清河问道。“听李局长说，你为此准了好几年时间，投入巨大。”苏无忌咬牙切齿：“怎么李红成的嘴巴比我的裤腰带还松？”“你为什么这么熟悉枪械？”
感觉那些专业的雇佣兵都被你吊打。龙清河又问道。苏无忌嘿嘿一笑，射击游戏玩得多啊。他倒也不急于知道全部真相，两人又天南海北的聊了1小时。龙清河发现自己从苏无忌的嘴巴里根本套不出几句真话，他那些所谓的专业访谈技巧在苏无忌的身上通通失效。虽然和你认识还不到1天，但却像是老朋友一样自然。龙清河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句，有这么一个男人睡在身边，他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也很放松。轻轻一笑，他盖好了被子，侧身面向自己的大床。晚安，小苏先生。由于这个睡姿，白光从领口雪崩似的溢出，这是36D所独有的壮观。小苏先生，这称呼有点别扭，睡吧。苏无忌翻身，背对着龙清河，弓着腰，忍得好辛苦。等龙清河醒来，已经是上午8点钟了。一夜无梦，那些吓人的场景全都没有在睡梦中出现。伸了个懒腰，龙清河感觉到自己的精神状态竟是前所未有的饱满。他发现苏无忌已经不在床上了。听到客厅有喘粗气的声音，龙清河便走了出去，发现后者正在做着俯卧撑。只是苏无忌的俯卧撑和别人有些不太一样，每只手只用了2根手指来支撑，而且手指是轮流使用，大拇指和食指做上1轮，再用中指和无名指做上1轮，以此类推。龙清河很是震惊，这男人手指上的活儿太强了。他平时也坚持锻炼，可是那些普拉提和慢跑的强度跟苏无忌这一比，简直是幼儿园级别了。桌上有早餐，我让肖英磊送来的，应该还是热的。苏无忌头也不抬地说道。不抬头是因为此时正是血气方刚的早晨。龙清河穿着睡裙，光着大白腿，苏无忌真的会一个不小心就成什么了。龙清河走到餐厅看了一眼，惊讶的不行。徐记的蟹黄小笼包，李姐海鲜小馄饨，还有老城南的牛肉粉丝汤，全是我爱吃的。苏无忌还在做着俯卧撑，吭哧吭哧地说道。我让肖英磊昨晚翻了你以前的采访，发现你说过爱吃这几样。小苏先生可真会讨女人的欢心，一定是个情场老手了。龙清河光着脚，咚咚咚跑去浴室。我去刷牙，然后吃饭。光是从这脚步上就能听出来他的心情有多雀跃。吃着早餐，龙清河给卫视领导请了个假，反正这2天没有什么录制的工作，他可以稍微清闲一点。苏无忌往嘴里塞了一个蟹黄汤包，看了看手机消息，囫囵着说道：事情搞定了，你不用担心被报复，可以安心过以前的生活了。龙清河愣了愣，我不太懂你这句话的意思。他越发看不透眼前的年轻人了，更猜不到昨天晚上的那台劳斯莱斯到底意味着什么。苏无忌把手机放到了龙清河的面前，道：记得那个掉进罐子里的秘书吗？他背后的那个大老板已经主动去纪检部门交代问题了。在手机上是一则简短的内部通告，这种通告往往有一个特点，字越少是越大。龙清河看着出现在上面的名字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效率太高了。他震惊地说道。苏无忌笑了笑，谁让他昨晚想直接灭口呢？有些规则和平衡一旦被他主动打破，那么此人距离被群起而攻之就不远了。说完，他给肖英磊打了个电话。因为你安排车来接我，
让小庞带上财物先去宁海，顺便联系许家烟，别让李尊阳跑了。这些年来，李尊阳替那位幕后大佬打理不少灰色产业，就得趁着这时候把值钱的全抢过来。肖英磊笑盈盈地说道：又得进账一大笔，财务肯定很开心。龙清河问道：你让他们抄家回去干嘛？苏无忌咧嘴一笑：好不容易遇见一头肥羊，还不得直接宰了？放心，到时候分你1/10。龙清河的美眸之中波光流转。那我不就成了被苏老板包养的金丝雀了吗？这次苏无忌并没有打算亲自出手，只是想看看许家烟的整体状态如何。有小庞和肖英磊足够对付李尊阳了，再安排那个毒蛇财物过去，对方就算把钱藏到私生子的压岁钱储蓄罐里，也能被翻出来。一想到马上就能进账一大笔，苏无忌的心情就好得不得了。他笑道：可以啊，本老板现在的钱足够包养你。嘿，86的臀围呢，可得好好养着。你都留着吧，我又不缺钱。龙清河轻笑道：我每年的收入也是很高的。那我待会儿就走了。苏无忌一边吸溜着牛肉粉丝汤，一边说道：对了，昨天发生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来。华夏的大环境看似安全，但在某些灰色维度上还是会遇到一些麻烦的。龙清河说道：我会烂在肚子里的。听到苏无忌要走，他的眼里稍稍有些复杂。那以后你可以经常来坐坐。苏无忌咧嘴笑道：你也可以经常去皇后找我打麻将。那些小浪蹄子和我打麻将的时候总是别有用心，老想骗我身子，一个个心思都不纯洁。龙清河差点喷出来。你不是说自己夜夜换新娘吗？难道不是心甘情愿被他们骗？苏无忌呵呵一笑：我眼光还是挺高的，要是长成龙大主持人这样的，我才能勉为其难的收下。说完，苏无忌就进浴室冲澡了。龙清河站在落地镜子前，旋转了一圈，看着睡裙的裙裾飘到腰际，最圆最翘的位置暴露于空气之中，俏脸之上有一丝不服气。哼，勉为其难。等苏无忌冲了个澡，换好了衣服，准备出门的时候，龙清河却张开了双臂。我不送你了，外面人多，能在这儿拥抱一下吗？他倒不是怕人看见，虽然自己不是流量明星，可如果被狗仔拍了放到网上，后续还是会比较麻烦。尤其是苏无忌作为龙清河的绯闻男友，他的正常生活都得受打扰。苏无忌一脸警惕：你不会爱上我了吧？那不是。龙清河的胳膊仍旧没有放下来。这一天经历的事儿太多了，反正就是想拥抱一下，表达一下战友情谊。放在以前，龙清河真的会觉得自己的脑子坏掉了，居然和一个认识不到1天的男人共处一室，睡了一夜，还要和他临别拥抱，而这些要求还都是自己主动提出来的。苏小处扫了扫对方那一身睡裙和暴露在外的大白腿，勉强答应。行吧。说是轻轻一个拥抱，却没有一触即分。龙清河的个头有1.7米，他把脸埋在苏无忌的肩头。昨天，我如果被那些混混糟蹋了，肯定会选择自杀。是你救了我。苏无忌的双手环着对方的纤腰。这儿手感真好。龙清河说道。我忽然理解了你为什么会花那么多精力去抓分解，为什么会在后备箱里放砖头，都是源于你的善良。苏无忌，你腰围多少来着？龙清河轻轻一笑。
你没必要故意转移话题，用流里流气的模样来掩饰你的善良。苏无忌，我真的就差腰围不知道了。用力地抱了抱苏无忌，龙清河松开了手，很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，说道：认识你，是我这几年来疲惫生活的最大惊喜。柔软的身体离开了胸口，苏无忌还有点不舍。那以后见面就多抱几次。龙清河笑靥如花。好。就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，自己的眼睛里已经升起了巨大期待。每天在聚光灯下的生活看似光鲜亮丽，却让龙清河身心俱疲，有时候甚至想逃离一段时间。可或许从昨天晚上开始，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了。这时候肖英磊的电话打来了。老板，我们已经明海了。许家嫣说她今天上午有手术，没时间见你。苏无忌本能地感觉到有什么不对，立刻推门下楼。那就直接去慈惠医院找她，这女人身上藏着的秘密太多了，非得给她挖干净不可。龙清河立刻来到窗户边，等着看苏无忌从单元门走出来，直到对方上了车，车子消失在视野中，他才收回了目光。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龙清河喃喃自语，眉头轻皱。不过他的眉头很快舒展开来。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反正是个好人。龙清河打开手机，发了一条微博，内容是：在昨天这一夜，你治愈了我。以龙清河的知名度，这条微博发出无疑代表着热搜预定。苏无忌一方兵分两路，小庞和财务带着队伍去堵住李增阳，而他则是和肖英磊一起赶到了慈惠医院。问了之后才发现，许家嫣今天只在早晨安排了一台手术，现在手术已经结束了，人也请假回家了，手机也关机了。肖英磊说道。联系不上。苏无忌眯了眯眼，去他家里看看呢。然而等他们赶到许家嫣所居住的公寓之时，敲门也没人开。苏无忌直接撬锁进去了，里面空无一人。肖英磊走到了床头柜旁，他没带手机。这个理想化的蠢女人，别又去执行什么淫月的任务了。他的眉头狠狠皱着。而这个时候，苏无忌的手机响了2声，那是特殊邮件的提示音。他打开手机一看，眼睛里顿时释放出了2道危险的光。信息的内容赫然是：杜卡罗组织发布战绩报告，在雷蒙情报局的协助之下，已经在华夏俘虏了一名银月杀手。肖英磊凑过来看了看屏幕，随后道：老板，先别担心，银月组织在华夏应该不止安排了一名杀手，被俘虏的也不一定是许家嫣。苏无忌轻轻摇了摇头，声音之中透着强烈的凛然之意。这个雷蒙情报局真是不知好歹呢。他之前已经发出了要对雷蒙情报局宣战的帖子，可是后者居然还是选择和杜卡罗组织合作。肖英磊在房间里四下搜了搜，随后道：有猫窝，有猫粮，但是没有猫。许家嫣和他的猫同时不见了。苏无忌立刻拨通了江婉欣的电话：能不能发动你的力量帮我在宁海找一个人？江婉欣没有多问，立刻回应：告诉我你掌握的所有线索，半小时之内给你结果。苏无忌便把许家嫣的人物特征以及离开医院的时间全部说明了。然而10分钟之后，江婉欣就打来了电话：你要找的这个人离开了居住地后，上了前往宁海南郊的公交车，
但是并未看到他从南郊公交总站里面出来。我让人查了沿途车站的所有监控，也没看到他中途在其他站台下车。江晚星接着说道：他可能在公交车上完成了换装，是个高手。可惜我不在宁海，需要调人来支援你吗？苏无忌说道：那暂时不用，我知道他大概在什么方位就可以了，需要帮忙的时候再给你打电话。说完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。酒店的套房里，江晚星撅了撅嘴：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，为了帮助别地姑娘才想起来找我打探消息，真是不爽。我虽然说我不在宁海，可我还在灵州呀，那么近。江晚星，这是你之前说的那个帅哥吗？我这次到灵州还没来得及去看一看呢。一道声音从衣帽间里传了出来：要不要小姨传授你一点钓男人的经验啊？江晚星闷闷说道：你自己都还没嫁出去呢，那些经验我才不要。方千雪回应道：那你先进来，帮我把这个裙子拉上来。这胸真是太大了，烦死人了，每次稍微吃点东西，肉就往这里长。这条连衣裙哪里都合身，偏偏又卡在这儿。江晚星：懒得理你，我还得去出去一趟，走了走了。方千雪一只手提着裙子，一只手捂着那白花花的胸口追了出来。哎呀，你还没把那个小帅哥的号码告诉我呢。江晚星不搭理，打了个电话：通知灵州特勤组一级战备。苏无忌此时正在打电话：你是银月对外的联络官，应该知道游侠组织上次在华夏救了你们的杀手。没错，就是我救的。他的语气里充满强势。我要银月这次刺杀目标的所有信息，如果不配合，下次别再指望华夏有人帮你们。另外把你们被杜卡罗组织抓住的那个杀手信息也告诉我，给你5分钟时间。苏无忌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终于在几分钟后，他的手机又收到了新邮件，内容是：目前杀手陈曦和官职同时失联，并不能确定被杜卡罗组织俘虏的是哪一位。2. 银月新目标是东洋商人小山良介，目前已经抵达宁海，表面上来考察生意，实则可能是亲自参与人口买卖。苏无忌回了一条消息过去：知道了。那边再度回复：感谢您，影子天王。苏无忌回复道：别乱喊，那他妈的不是我。而这时候，银月的联络官又发来了一条消息，这让苏无忌的眼睛里寒光绽放。我们收到宁海保障官报告，2天前，雷蒙调查局的 S 级调查官瑞特森去了官职的家里，抱走了一只猫。肖英雷也看到了这行字，立刻倒吸冷气。雷蒙情报局这么快就把许家烟给挖出来了。苏无忌扭头对他说道：安排下去，排查南郊汽车总站附近5公里的所有工厂，我要在1小时内见到结果。肖英雷说道：老板，大部分人马都在灵州，我已经调他们来了，最快也得半个小时之后才能到。就算是把小庞那一队抽调过来，我们的人手可能也不够。让小庞带着财物继续去堵李尊阳，这里用不着他。苏无忌摇了摇头：还是我大伯说的对，这种时候就得把上一代的关系拿出来用一用，有力不借，只靠自己那是傻子啊。随后他打了个电话：紫薇阿姨，我到宁海了，想问你借点人手用用。听到了这个名字之后，旁边的肖英磊红唇微张，眼睛里满是八卦的神情。